普林斯顿大学的课堂上，在座的都是天才中的最强大脑。教授神采飞扬地为新生演讲，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年轻的约翰却显得有些魂不守舍。他是仅有2位名额的卡耐基奖学金获得者之一。迎新派对上，约翰的视线从折射出光芒的玻璃杯到隔壁男子的领带上，约翰面带微笑并善意地指出：“你领带上的数学方程式是错误的。”这时，汉森端着杯子走了过来，他就是另外一位奖学金的获得者。他恶作剧般地把约翰当作服务生，约翰能感觉到他明显的敌意。我拜读过你的论文，但他们并没有任何创新性的观点。说完后，约翰故作平静地走开，他的言行举止不像个正常人，总是有那么点让人觉得怪异的地方。他回到房间开始整理寝室，望着结伴而行有说有笑的同学，约翰的脸上划过一丝寂寞。这时走来一个敞着衣服醉醺醺的金发青年，他自称是约翰的室友，名叫查尔斯。约翰天生心无旁骛，只知道学习，既然话不投机，那就大醉一场。约翰听后摇了摇头，但还是露出了笑容。一壶浊酒换来一位朋友。小学老师说我长了2个脑袋，但却只有半颗心。我更擅长跟数学打交道，而不是与人。楼下的同学来来往往，可没有人注意到他。汉森的棋艺精湛，并挑衅约翰玩一局5子棋。约翰听后放出狠话：“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失败。”话音刚落，约翰就输了，一言不发，踉踉跄跄地离开。几天后，他一筹莫展地坐在窗台。查尔斯找到了他，同学们陆续都交了初稿，可他还没找到自己的论题。查尔斯提议去校外的酒吧买醉，一个金发女生看上了约翰，随后在同学们的怂恿下，他鼓起勇气来到女孩面前，无言的场面很是尴尬。约翰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，女生只好主动提问：“是不是想请我喝一杯？”耿直男孩不加思索的表白：“咱们省掉无聊的试探，直奔主题。哥哥请你喝杯酒，你陪哥哥聊一宿。”女生听后瞬间石化，甩手一记耳光就扬长而去。凭实力单身就是这么自信。几天后，约翰的论文终究没有过审，他纠缠教授，希望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教授让他看看眼前的形势，一张圆桌前坐着刚获得诺贝尔提名的麦克斯教授，其他人恭敬地放上钢笔，表示对他成就的认可。你还不够专心，有实力才能赢得尊敬。约翰深受打击，默默地退出了咖啡厅。又是一个酒吧的夜晚，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孩走了进来，让男生们蠢蠢欲动，商量着看谁能被最高挑的女孩看中。约翰开始喃喃自语：“如果我们都选最好的。”于是互相拆台，最终集体失败。接着我们去找其他女生，可谁又愿意成为备胎？最终还是全军覆没。但假设我们互不侵犯，这个夜晚每个兄弟都可以和右手告别。约翰突然意识到，亚当密斯的理论并不完整，群体中并不是个人的利益最大化，而是个人和群体都得到最大化的利益才是最好的结果。这就是博弈论。他走到女孩面前说了声谢谢，便跑了出去。回到宿舍奋笔疾书，一串串符号喷涌而来。他的论断推翻了150年以来的经济理论。有了这样重大的突破，教授严肃而带着敬意地宣布：“你成功了。”约翰成功进入了惠勒实验室，汉森也对他表示了衷心的祝贺。1953年的五角大楼已经显示出自信和沉稳的约翰博士，在一个军官的陪同下进入大厅，凭借自己超高的数学天赋，成功破解了敌军的密码，指出了几个数字代表敌军进攻的路线。就在此时，约翰发现一个戴着帽子的黑衣人正在注视着自己。约翰如今已是大学里的教授，当着学生的面扔掉了被他视为废纸的教科书，认为这是浪费他们的时间，更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。不过闷热的教室里也有美好，一位名叫艾丽的女生引起了约翰的注意。晚上，约翰遇到了五角大楼的黑衣人哈里，他亮出了国防部的证件，接着带约翰来到了戒备森严的大楼。哈里邀请他破解杂志中的隐藏密码，约翰也点头答应，愿意为国效力。他们在约翰的手臂上植入一个镭射令牌，这些数字就是接头密码。约翰成为了一名间谍。艾丽开门见山邀请约翰共进晚餐，不懂拒绝的男人答应了周五的香槟酒会。于是两人正装出席步入大厅。当约翰受邀与州长合影时，艾丽取出一块精致的手帕，折好塞进了男人的口袋。约翰像个孩子般听任艾丽的摆布。星夜，两人站在水池边，情意绵绵，手牵手望着天，看星星连成线。随着指引，偌大的天蝎从无序的繁星点点中慢慢浮现，在无限的宁静和永恒中，理科生的浪漫充斥着天地。自从约翰接受任务后，他开始不断在期刊杂志中搜寻信息，将情报装进文件袋里，并盖章封印。他来到接头地点，亮出接头暗号，将文件袋投进信箱。这天，两人来到湖边约会。约翰承认自己对社交并不自信，于是他继续直奔主题：你的曾经我来不及参与，你的未来我奉陪到底，你现在可以扇我耳光了。就这样，约翰收获了一份爱情。于是在艾丽的生日之夜，约翰情真意切地向她求了婚。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约翰和艾丽举行了婚礼。一辆小车停在对面，冷峻的哈利给了约翰一个暗示，新郎会意地点了点头。晚上，他又一次将文件袋投进信箱，哈利及时出现，让他赶紧上车。随即身后一辆汽车追了上来，约翰躲在车里惊慌失措，哈利开枪射中追踪者，对方车子失控冲进了河里。约翰满身狼狈回到家，妻子发现了他的反常，上前询问，约翰也只能选择逃避。这次事件之后，他变成了惊弓之鸟，
总觉得有人在跟踪自己。他告诉哈利自己的老婆怀孕了，并要求退出。哈利故意露出胸前的枪，拒绝了他的临阵退缩。晚上，约翰帮妻子收拾行李，打算送她去姐姐家。艾丽被丈夫的举动吓坏了，她意识到约翰的不正常，果断拨打了医院的电话。约翰被带到了精神病院，他想逃跑，却不想身体被捆上了绳索。这时，他看到了坐在角落的查尔斯。约翰咬牙切齿，认为是查尔斯出卖了自己，而实际上那里并没有人。病房里，约翰独自坐着发呆。此时的医生却告诉艾丽，你的丈夫患有严重的人格分裂。艾丽来到约翰的办公室，墙上挂满了带有标记的期刊杂志。随后，他又来到了投放情报的地点，发现了破损的密码检查机，还有那早已生锈的邮箱。艾丽拿出在邮箱中找到的文件袋，这些东西从来没人打开过，哽咽地告诉约翰，知道吗？你病了，这些都是你的幻想。约翰一时无法接受，起身离开。他划破了自己的手臂，想找到被植入的镭射管，可那里却什么都没有。他感受不到身体上的疼痛，因为精神上的折磨更痛苦。他的眼角通红，眼睛里却是茫然流下的泪水。他被迫接受了胰岛素治疗，这种治疗会引发剧烈的抽搐。这样的残忍让艾丽不忍直视。1年后，约翰的孩子出生了，他无法正常工作，也无法照顾好孩子，更无法回应妻子的需求。药物剥夺了这个男人理智外的一切。艾丽将完整的镜子打碎，她抑制不住心里的悲伤。约翰的枕头下也满是眼泪。之后，他偷偷地停止了服药。这天晚上，约翰又遇见了失踪的哈利，他将约翰带到了一个简陋的木屋。瞧瞧你被那狗屁的医生折磨成了什么样子，你看我像是幻觉吗？约翰重新有了工作，这一次他只是想证明自己并没有疯。一个阴冷的早晨，约翰抱着孩子上楼洗澡。艾丽在收衣服时，突然听到树林里传来收音机的声音。她闻声来到小木屋，打开门一眼望去，残破的墙上贴着各式各样的纸片。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发疯似的往家里跑。此时的儿子正泡在水中，艾丽及时救出了孩子。约翰解释是查尔斯在为孩子洗澡。艾丽再次拨通了医院的电话。这时哈利又出现了，他打算伤害艾丽。约翰一把推开哈利，却将现实中的妻子撞倒。艾丽赶忙抱着孩子躲进了车里。此时幻想中的3人涌现在眼前，在天旋地转中，约翰看着他们，终于想明白了一切。他拦住了艾丽的车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小女孩一直都没有长大。医生询问他为何把药停了，他说为了能回应妻子的需求。他相信这是可以用公式解答的问题。艾丽没有答应医院的要求，他看不见他眼里的世界，但他坚信彼此的爱是真实存在的，能让你从梦中清醒的东西不在脑子里，而是在你的心里。他们相信神奇的事情一定能发生。2个月后，约翰回到了普林斯顿大学。此时的汉森早已成为教授，他请求汉森让自己留在大学，熟悉的归属感有利于让他摆脱幻想。于是约翰被安排到了图书馆工作，就算如此，可依旧好景不长，幻觉还是在他身边如影随形。天才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向往光明的缺口，他好像犯了错的孩子，有时他也很想跟那些幻觉说说话。妻子充满理解的紧紧抓住丈夫的手，给予他安慰，我们明天再试试。约翰还是没办法战胜幻想，但是他选择了忽略。小女孩是他幻想中最后的温存，约翰跟她做了最后的告别，带有一丝无奈与不舍。从此之后，他真正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欲望。他们只是一旁冷冷地看着约翰，这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。约翰必须背负着整个世界的嘲笑。天才孤僻寂寞，所以才自我毁灭。他扛下了一切孤独与无奈，然后坚定执着地走下去。欲念远离，繁华褪尽，约翰也终究变成了一个老人。当有学生向他提出研究的新理论时，泯然一笑的约翰想到了过去的自己。他开始试着和学生们交流，还很享受这样的氛围。成功的男人背后离不开一个伟大的女人。几十年前的围棋赛是年少轻狂时的挑衅，几十年后同样的动作和话语，这一次是历经风雨之后友好的怀念。忆往昔，此心依旧少年时。岁月又一个转身，来到1994年，约翰询问学生能否看到旁边的陌生人，得到肯定的答复，他才敢和对方说话。来人告诉约翰，他获得了本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。谈话间路过了当年的茶餐厅，年少时的约翰被教授否定之后，再也没有进去过。这里是他理想的初始形状，是他内心最深的渴望。人生中第2次踏入这里，却是在约翰的暮年。他问男人诺贝尔奖为什么会提前公布，是不是先来看看我有没有发疯，会不会在领奖台上做出失礼的事情。男人听后尴尬而不失礼貌地笑着，是的，他是疯子，一个伟大的疯子，一个意识到自己是疯子的天才。几十年前，他在茶餐厅看到一位老人接受所有人代表至高崇敬的钢笔。几十年后，约翰在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后，也在这里受到他们的肯定。看着越来越多的人送来了代表尊敬的钢笔，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挂满了激动的泪水。最终，他站在了诺贝尔的领奖台上，成为必须受到尊重与仰望的形象。经过我毕生的追求，从而取得了最重要的发现。只有在爱情的神秘方程式中，才能找到符合逻辑的原因。人格分裂不可怕，最终我们用爱情战胜了它。我失去了许多，但我心里也明白，云有云的寂寞，风有风的自在，是你给了我生命的色彩。谢谢你向我走来，让我的生命完整而精彩。随后，约翰掏出了当年妻子送给自己的手帕，缓缓地走下了领奖台。美丽的心灵，美丽的人生，人与内心欲望的战争没有硝烟，亦是没有终止的。所以那3个幻想依然存在，一个曾经年少成名的天才，一个落魄的病人，一个诺贝尔获得者。无论约翰曾经经历了怎么样的挫折苦难，幸运的是爱他的女人是真实存在的。可能在生活中的我们会像男主一样，因为我们是人，有着同样的思想，当过于执着的时候，理想就会变成幻想。
是愉快的活在幻想中，还是痛苦的在现实中活着？这个答案只有自己能给出。总之，永远也不要敷衍我们的人生。